韩良，我想好了，读书没用，烦得很。我齐景春要跟你去闯荡江湖，我要快意恩仇，我要喝最烈的酒，用最快的剑。哎，别摸我的头，会长不高的。韩良，行不行？你给句爽快话。我钱都备好了，10斤2银子呢。哎，去，毛也没长齐，净说些大话。啊，小齐呀，先生，你的我耳朵做事的。到底是谁打你打这么狠呢？那个姓左的。他呀，下手这么没轻没重的，是不是他讲道理讲不过你，恼羞成怒了？二师兄他倒愿意认输，可却故意说我读书再多，学问也超不过先生你，这不胡扯吗？先生你学问虽大，年纪也大呀，我年纪还小，总有一天会超越先生的。可他听不进去啊，非说要有本事，民间学问就大过先生，给我气的，趁他不注意飞起来就是一拳。虽然最后没打过他，哎，君子动口不动手啊。君子当坐如师，立如棋，礼从仪，事从俗，牢牢记住。小齐啊，你终有一天会长大，变得稳重。只是不知道到那时，你的弟子，或是你看好的孩子，还有没有你现在这份坚韧？骨子里还有没有所谓的快意恩仇？爹，今天你要是留他一命，我就死给你看！陈平安，你知道，我一直都很欣赏你，但是对不起了。没关系，不好，路都是自己选的。这是剑气。不要！前来！打住！太暴殄天物了！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打打杀杀多不好。你和你爹除了要把那颗英雄胆还有紫气书一并还我，还需要拿出你爹李家的符箓。但是这些只能救一个人。朱卢，你来选。恳请阿良前辈让朱路离开，我愿以死谢罪，不用遭了前辈的刀。我说过，朱路必须死。我求求你，放过他吧！那家孩子没有闯过祸，没有胡尊妃为过，鹿儿他不懂事，求你原谅他吧！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！陈平安，鹿儿只是个孩子。可以了，有些惩罚比死残酷多了。你们走吧，我不想再见到你们。阿良，有没有酒喝？酒有的是，但我告诉你啊，伤心的时候千万不要喝酒，容易变成烂酒鬼。快意的时候喝酒，说不定就能成为酒仙。你好，林守义，之前我们见过面了。我的真实身份是大黎长春宫的太上长老，市井百姓眼中的关上神仙。我相信你，所以我想试试看，能否说服你随我一起去大黎长春宫修行道法。
我爹说有高人引我入境，还说如果我不明不白死在外头，他不会帮我收尸，因为一个死人是不值得那些路费的。话是难听了点，可却是大实话。林守义，往前走出一步，你就算走上长生桥了。感谢仙长好意，晚辈在此等候，是为了亲口回绝。生在什么门户，姓什么，全由不得我。可该走什么路，我想自己决定。可惜了这块修道美玉了。林守义，出事了！有鬼！陈平安，这一路走来，无论是齐墩山还是砍竹林，我试探过你很多次，如今是最后一次了。阿良，你莫非要走了？哎呀，当初在龙须溪边，如果你的性格不对我胃口，哪怕你是齐景春挑中的人，我也不会跟你唠叨，只会留给你一头驴子，拍拍屁股走人。至于你能不能熬到风雪庙未尽出关，关我屁事。反正早死晚死都是死。虽然不知道阿良你的用意，但我多少也琢磨出来，是不是我跟齐先生认识的缘故，你才会这么伤心？齐景春他死了。其实我猜到了，却始终不愿，也不敢相信。他可是齐先生。他跟你一样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傻小子。不是我阿良故意刁难你，这修行路上诱惑太多，恰好人心此物又脆如琉璃，经不起推敲。李怀的机缘，林守义的修道天赋，都可以换成钱，成为你陈平安的垫脚石。尤其是李宝平，多好的小姑娘，万一被自己信任的小师叔伤透了心，我阿良的心都快要碎了。既然齐景春选中了你，还不愿过多试探，那就由我替他来做，看看你陈平安值不值得千锤百炼，是不是块真金白银。阿良，你放心，我虽然喜欢钱，但只喜欢我双手挣来的。我是怕齐先生会失望，怕我护不住宝平他们。阿良，你现在觉得我怎么样？要是觉得我不行的话，这门差事就你最合适。哎呀，我阿良随心所欲惯了，不喜欢你的风格。你的那种迂腐，换成齐景春的说法叫正直。但是有些事情，又做得让我很痛快。对我阿良来说，路要自己走，人要自己做。你陈平安也该这样，不一定全部都像我，但是腰杆要够直，拳头要够硬。最重要的是，活得够久。当年我拒绝了一个少年的请求，我跟他说，他读书比练剑更有出息，毕竟这屁大点江湖没什么好的。也就酒还行，但我现在觉得应该对你也说一句，相信我，你练剑比练拳更有出息。怎么了？见到鬼了？真的有鬼！
大人为何没有地界，甚至连一丝剑气都感受不到？徐大人出不出手是他的事，我刘裕身为兵部武选司郎中，亲手将他的脑袋拧下来。你就不怕他是那传说中的第12？我求他有那本事，老子还怕这张大的寡蛋！陈平安，他是你仇人啊！你别看我呀，看林守一，看陈平安，又不是看阿良也行。啊，阿良！放心吧，小王八蛋，这尊阴神修道有成，跟了你们一路，是有人专门派来接替我阿良，你保护大爷的！哎，这些孩子交给你，最少护送到大黎边境野夫关。前辈，为何愿意相信一个来历不明的阴物？哎呀，你长得这么不近人情，一看就是面冷心热、侠义心肠。是因为像前辈吗？你说话挺逗啊。哎呀，小鱼小虾一边待着去。林怀，你是不是天天踩狗屎啊？你才踩狗屎呢！把那本断水大雅打开。全家都踩狗屎。好好研究，别浪费了。你要去哪儿？等等我。阿良，刚刚那条鱼是什么啊？很厉害吗？哎，有什么能力啊？哎呀，你倒是告诉我怎么用嘛！最后，毛驴谁要啊？阿良，你不会要死了吧？那你可要把你的宝贝都留给我呀！是点滚滚你娘的！有多远滚多远。我大黎铁骑奉朝廷之命缉拿叛贼，违令者杀无赦。我这趟来大黎，还有一件事，阿良，就是要跟有些人唠唠嗑。我想告诉他们，齐景春不在意的事情，有人在乎。陈平安，过来。你在祁屯山用掉的那缕剑气，我过意不去，教你一门18庭的运气法子，就当补偿了。那人根本就不是什么风雪庙未进，身份底细更是一概不知，极有可能是11，甚至12境的危险人物。这次一定要闹这么大吗？无妨，我大黎有着白玉京做镇国重器，不过是多一件的事。看好了。气若龙脉，取万山之祖令冲。此处为1庭，快过36关，直
至浮屠穴，此为2庭。其略6洞9腑至纯阳腑，此为3庭。行经百脉，气贯灵台至玉液宫，此乃第4庭。绕行4至，经过百害之躯，至此神门，此为5庭。气降至胸前，聚于云门府，内外调和行云流水，见异界险，此为6庭。气至腹中，归于丹田，温而不燥，冷而不凝，此为7庭。气至腰间，聚集于拳门，此腹中深藏不露的拳眼，积聚剑气深厚而不显，带势而发，此为17庭。气随剑走，剑意深长，一剑出鞘，重气归根。至此18庭。记清楚没有啊？记住了，七七八八。等以后熟悉了路线，你可以尝试着慢行气机，慢才是18庭最有意思的地方。我赶时间，你们几个一起上吧。今天便是龙潭虎穴，也要放手一闯了。拼上一身道行，未必没有胜算。有个点眼力，你们长春宫的酒量没白喝。此等强敌，一生难遇。兵不死郎中刘裕，温泉。且人将文出灵虎过金龙，压得住吧你！许若，你真是个傻子！见到了这辈子最仰慕的人，肚子里的问题是一个都没来得及问。祖母，你可知道这一架我为何要打？是因为母后要杀陈平安？离珠洞天的龙窑窑火旺盛，一个个本命祠被烧制而出，各方势力与大理买卖山头，划片分地，一代代金晶铜钱流入了大理国库。我大理宋氏经营离珠洞天数百年的收益，皆倾注于此。这白玉京是我大理最大的杀器。
所以这场架必须要打。我大理要告诉整座东宝平州，若有山上神仙敢与大理作对，他就要先掂量掂量后果。呵呵，这大理皇帝倒也有趣啊，厉害厉害。小宝平，这算是世间品相极好的养剑壶了，送你了。能不能借你那把侠刀降服一用啊？阿良，如果刀坏了，就不用还给我了，因为我跟你是朋友。这话暖心窝，我喜欢。放心好了。阿良，是不是还要干架？我帮你。帮你摇旗呐喊。哎呀，以前跟你们说我阿良有多强，剑术有多高，你们不信，还嫌我吹牛。你们呀，真是年少无知啊！我阿良这辈子就没吹过牛，护住他们。境界太高也不是好事啊！如今斗力一除，我的修为很快就会恢复啊！这人间怕是待不住了。阿良，我爹和我娘亲还有我姐都离开我了，以后我不骂你就是了，你别走行不行？这一路鸡毛蒜皮的短暂相聚，临了感觉还不错。你们4个一定要记住，每一个强者的自由都要以弱者的自由作为边界。真正的强者，他们的对手是天地间无形的规矩，是世俗力量的强大惯性。世人皆有生老病死的铁律，从来不会因为践踏弱者而强大，必然是遇强则强，遇挫愈勇。比如阿良，打完这波大理就要去别的地方，打遍那些个最强者。阿良前辈，我一定会好好修行的。陈平安，小小年纪，心思怎么这么重啊？这可不好，你是翩翩少年郎啊！哎，来，给我笑一个。走了。阿良这么急，还是那种不讲道理的急。小子，一定要好好练剑啊！以后要跟我阿良一样猛，更猛的话，那算了吧，难得很。阿良，你放心，你可要说话算话呀！我一定会好好练剑，知道吗？阿良，你说的话全都记住了。老头子，你说的没错，有他们在，才是有希望的人间。这个人间，好看得很，好看得很呐！为了这样的人间出手，才是我阿良。白玉京在此，13境之下皆可杀。
他们说这是教化，是引导向善，是大道之行。一群自命不凡的老不死，用他们那套陈腐的规矩，像塑造泥偶一样塑造。他们让我诵读那些他们自己都未必明白的经历，要我压抑心中所有的情绪，磨平我全部的棱角，变成一个所谓的人，一个符合他们三教理想的人。凭什么？就因我身为异类，因我血脉里带着不属于这个人间的东西，都是狗屁！什么狗屁教化，狗屁大道，全都是用来粉饰他们想掌控一切的野心。孽障，放肆！够了！这些因果还轮不到你管。出于私心，若他不逾越规矩，留他有何不可？这世间不该只有以强凌弱这一种道理。他跟那些人不一样，但我也不懂他，因为他，我才选择变成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存在。陆老、栾巨子，准备的如何？目前白玉京的12楼飞剑，皆已关联整个大理气运。若是同时祭出，恐怕20年内都难再驱使。木儿，你随陆先生学习旺气之术有一段时间了，能否探知那人的境界？感知还很模糊。陛下有些心急了，堪舆之学岂能一蹴而就？何况那人刻意隐藏修为，宋牧有所感知，已是出类拔萃，天赋远超同辈翘楚了。我儿子嘛，老夫观其气象，那人11境的可能性居多，12境也不是没有可能。陆先生，眼下白玉京尚未建出第13楼，如果对方是第13境修士，该如何应对？13境，你只需知晓，那11境的风雪庙阮氏在宝平州已是极光片羽，而那13境的仙人，即便是在天下最大的中土神州，亦是凤毛麟角的存在。更何况上5境中最后2境早已失传，故而13境就是天底下最大的传说了。一旦跻身此境，就会被天道察觉，被迫飞升，故而得名飞升境。至于飞升何处，肉体魂魄如何，老夫就不曾知晓了。可万一真是13境呢？万一真被你小子乌鸦嘴说中了，也无妨。我大理不正是靠着将那些万一逐个打破碾碎，才从卢氏王朝的附庸走到了今天？这些道理，宋豫章应该早点教给你的，只不过他不敢罢了。你娘亲看好你弟弟，不过我更看好你，否则你也活不过那年雨夜。原来是你。至于那位齐先生，是我有愧，大理对不住他。可你是他的弟子，就很好。你这小毛贼，偷我大理龙气倒是一点也不客气，可别只进不出，否则长春宫的水井就是你的新家。胆子这么小，当初还敢一次次跟齐先生发脾气。奴婢不敢。来了！面对围剿，不是逃跑，而是杀向京城。宋牧，该你出手了。一气化三清，三清化九霄，九霄生12，飞剑列周天。
天火、地火、人火、劫火，四方五帝聚真气。离火断魄，照肝胆；潭水洗剑，敌神魂。前三连袭，坤六断；12重楼，剑气轩。今以心火为引，社稷为凭，号令而等。香火、砥柱、震岳、山海、桃枝、雷霄、紫电、经书、梵音、浩然气、红妆、云纹、起剑。坐镇大离山河气运的12正神，我宋墨奉大离皇帝敕令，命你们结剑。居然连我们都要杀，看来这骨头够硬的。恐怕我们还不够数。东岳奉旨领剑，中岳奉旨领剑，西岳奉旨领剑。北岳奉旨领剑，南岳奉旨领剑。这可是立功的大好机会，绝不能让这贼人闯入京城。大胆狗贼，休敢在我大理御空飞行！来势汹汹啊！我是赵大理皇帝，识趣的就滚吧！有大理12正神在此，休想越过京城半步！你们已经被我包围了！狗贼，休得！走吧，败给我不丢人。我大理东岳正神有不战之理。又是个呆子，给你机会你不中用了，直接躺下不好？看个门儿，玩什么命啊？怎么会？东岳正神的金身还有飞剑，就被击碎了。这不可能！行百里者半九十。再来！西岳听令！大理如此欢迎我阿良，这剑再不出，有点说不过去了。呼，不对，是刀。到底是什么境界？10境、11境、12境，不可能！他已经是12境巅峰了。失算了，难道真是那13境的神仙？13境，栾巨子，13境。可是这大理不可败。狗贼休逃！山河炽烈，醉饮山河胆，一斩要分空。
剑气，烈云崖，猛字怪长虹。来，还有哪个不怕死的？剑锋，随笔墨。万古整孤火。狗贼哪里跑？念啊，怎么不念了？受死吧！都给我听好了，老子的是巨蟒。浩然，剑一出。扫尽不平路。你们大理没几个能打的呀！大理五岳都败了，我们根本没有胜算。文巨子还得多久？陛下，墨儿，起身祭剑吧。13剑，居然有13剑！原来我就是解决那个万一的代价。而且你知道我别无选择。你可以选择站着死，祭剑吧。墨儿放心，老夫会为你护法。你只需全力祭剑，那狗贼在阵中必死无疑。如果我死能碾碎这个万一，那我宋穆接剑！击剑！这假东西还真厉害！去！公子，你怎么样？愚蠢之极！解决掉了吗？这刀还不错，但保平用还得放一放。萨里，可要接好了！不好，出白羽进去了，快拦下来！都给他让开吧！不可！国师大人，怎么会？大的老的都快滚出来，老子赶时间！哦，石镜武夫，大理宋长靖，愿酣畅一战，虽死无憾，不枉此生。不错。喂，里头的5个，哪个是大理皇帝？还不快出来磕头认错！我数到10，1。我有止境宗师的体魄，神仙刀也不过如此。怎么，这就有双手了？听说你扬言要单手锤杀齐景春，这剑气竟能直接震碎体内经络！让开！墨家雷甲。
能否就此收手？你是那个栾什么来着？墨家栾长野。哦，我就奇怪宝平州怎么有人能造出这么一个拙劣的小号白玉镜，原来是你呀！我造此楼时，曾向齐先生讨教过。齐景春人都死了，还能拿他当这白玉镜的护身符？脸皮比我阿良还厚啊！我跟前辈没法比。齐先生说起前辈时，也是前辈此时的表情。别以为你这缓兵之计我看不穿，我若再劈头，齐景春为大黎国运带来的裨益，我会全部收回来。多有得罪，大黎宋正纯见过阿良前辈。你就是大黎皇帝？行了，身为帝王还敢偷摸机身炼器，是实境修为，胆子不小。伸出头来，让我砍一刀。好，我死后只求前辈不要为难大黎。跟我谈条件？还没睡醒吗？陛下，胡叔，阿良，不可以杀他。崔禅，你这个不争气的王八蛋，还有脸来见我？真当我阿良不敢把你一刀砍死？阿良，是你当年亲口说的，我崔禅可以走自己的路。任何人在追求一件事情的时候，都会付出代价。但是阿良，齐景春后半生的心血都在大理。你放屁！人都没了，还有脸跟我说这个？我说的是事实。齐景春真的希望大黎能够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来，哪怕到最后他只有失望，你也不能否认齐景春选中的人依旧是大黎龙泉县的孩子。你从小就喜欢跟齐景春争这争那，争不过就争不过，有什么好丢人的？玩弄这些上不了台面的伎俩。老头子这一生惊天动地的壮举多了去了，哪怕最后自囚于功德林，依旧洁净温和。齐景春也一样，可你崔禅就不行。先生一向器重齐景春。放屁！你崔禅就是太聪明了，心比天高，哪里想得到最后齐景春都能跟那些老王八蛋打得惊天地泣鬼神，你崔禅却沦落到不人不鬼不神不仙的下场，咎由自取啊！所以不为我也为齐景春，阿良，请你就此收手。不说了，跟你这种钻牛角尖的聪明人讲道理，我不如找李怀那个小王八蛋吵架去。我最后一次见到老头子，他说你所追求的学问其实不错，但是做的不对。他最后还说，你的字帖写得真漂亮，早知道是这么个师徒反目的光景，当初就该多跟你讨几张。先生也觉得自己是有错的。老头子嘴上不认错，你们做学生弟子的蹭吃蹭喝那么多年，就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？老头子的通天本事和为难之处，别人不知道，你崔禅还不知道？先生错了，先生的错。先生错了。大黎皇帝，算你运气好。我的长生脚。放心，他缓2、3日便可无恙。微部，
老刘的命是你救下的，我个人欠你和齐敦山一个人情。顺手为之而已。那位捞起你金身的少女转世，我会让长春宫倾力栽培。我会吩咐他们，返回大离京城的时候，先步行走过齐敦山，再与共背归。无以回报，只能再谢你一次了。那么多次轮回转世，早就不是他了。你为此耽搁了那么多年正道金身，如今还不愿意放下吗？既然拿得起，就没有放得下的道理。我不懂。我有一事很好奇，你身为京城守门人，先前为何不完整递出一剑，对付那个刀客阿辽？刀客？他可不是什么刀客，向他问剑我还差得远。我年少时之所以选择剑修这条路，就是因为他。你们宝平州是个与世隔绝的小地方，但你应该听说过，当年3死之争，有人仗剑硬闯2座儒教学宫，那人之后去往剑气长城，砥砺剑道100年，更是在那场决定人妖2族命运的13之争中，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。你被他捅了一刀还活蹦乱跳，够吹一辈子了。圣人天地，规矩使人，此处人间不可久留。哎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别给脸不要脸！当初你干这破事儿还不够吗？催你娘的催！有本事下来打我呀！来啊！哎，这把刀帮我还给那个叫李宝平的小姑娘，她是我朋友，记得客气点儿。没问题。将来小宝平策马饮酒，配刀别葫芦。你们人间有眼福喽！再敢对那群孩子动手，我阿良就算是破开天幕重回人间，也要让你们大理王国记住了。来，天上的告诉我，是佛法远还是道法高呀？到底是谁的本事大，拳头更硬？居然是13境巅峰，第14境。那就跟我阿良给你们打过再说。你总喜欢跟蝼蚁讲道理，这家伙就跟你不一样。可我为什么觉得还是你更好一些？他可是阿良，天底下最潇洒的剑客。老头子，你说的没错，有他们在，咱是有希望的人间。这个人间好看得很，好看得很呐。为了这样的人间出手，才是我阿良。老大见仙，这是我阿良送剑气长城的大礼，务必收下。镇业、紫电、金树、红柱、云门、浩然气。
哼哼，诸位起见。奉狗日的阿良！都给我等着！豪杰捉贼，见凶杀妖，随我一起干他！陛下，好一手无上秘术，朕的长生桥已经断了。长靖，从这一刻起，我赋予你监国之权。若有人借机兴风作浪，一经发现，杀无赦。那么娘娘她，我亲手处置。如今的白玉镜，想要斩杀上武境的修士，则是痴人说梦。说不定阿良出现的这么巧合，都是有人暗中传递了消息。出此百家中，肯定有人不希望大黎顺风顺水，吞并整座宝平州。好一个千年未有的大征之势，乱世割据。剑呢？我的剑呢？不是还剩下6把飞剑吗？为什么一点也感知不到了？6把飞剑已经被那个阿良全部抢走了。飞剑没了就没了，天塌不下来。没了就没了，你怎么能说得这么轻巧？这12把飞剑，对大黎日后南下有着不言而喻的。对于一国君主而言，不要怕天大的麻烦，只要能够解决，就意味着你的王朝会变得更强。如果无法解决，就说明你治理江山的本事还不够。眼下这道大坎儿，我和大黎都没能跨过去，很遗憾，但是我不后悔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愈发证明，我一手订立的大黎国策是对的。山上之人，无论善恶，都需要被关进一座笼子。他们做神仙求长生，大黎绝不干涉。但一座王朝必须有其底线，至少要让那些山上的神仙在某种规矩之内行事。我要让我大黎有底气和本事，为神仙眼中的蝼蚁般的百姓讨回该有的公道。虽然现在能讨回来的公道很小，就这么大一点儿，可是比起那些给山上神仙们为奴为婢的王朝国家，已经是天壤之别了。但我希望以后可以更大，我大黎可以站着死，绝不跪着活。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，怎么能马蹄南下，一统宝平州？你记住，人自欺则天欺之，人自强则天与之。所以说，我们大黎选择的这条路任重道远，你不要气馁。在10年或15年之后，你依旧可以亲近你的叔叔宋长景，但绝对不要心生依赖。你只有比他强，他才会认可你。还有，你在意的那个陈平安，比谁都能记仇。他只是从小吃了太多的苦，学会了隐忍。这种人成为了敌人，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。趁着那人刚刚飞升，暂时肯定不会返回人间。要不我们一鼓作气，斩草除根，除掉这个心头大患。不行，万一那人以后回来，大黎真就亡国了。我此生真正的志向是与整个天下的山上神仙讲一讲山下的规矩。如今看来，毕生的心血付诸东流，无声无息。
爹！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以后3餐要准时吃。崔国师，这场无妄之灾，我该怎么办？等死。你在胡说什么？运气好的话，等个半死。那你崔禅能好到哪儿去？你一开始就认识那个什么阿良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为了讨好他，故意打开京城大门，任由他一路杀到那座白玉京之前。你这是死罪，死一次都不够的死罪。如果我不撤去京城大阵，白玉京之前肯定要死人。我是一个跌倒过很多次的可怜人，吃得住头。但娘娘你不一样，如今宋牧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，所以估计你巴不得那小子早死早超生啊。国师怎么睁眼说瞎话呢？那把原本用来坐镇白玉京13楼的飞剑符箓，被赠予了你的心腹大将，有望跻身上武境的杨花。但陛下又下懿旨敕令，让他走上了江水神明的长生断桥不归路，怀璧其罪。等于断了娘娘你的左膀右臂。你是说，陛下在敲打提醒我？娘娘果然秀外慧中，不妨想一想咱们大理5岳正神的下场。大理此前欲将披云山破格升为北岳，一夜之间山河洗牌的局势变得暗流涌动。不过很凑巧，大理出现了一个胆敢斩杀2名宗师死士的外乡人，所以陛下意外地收回了成命，以此稳定5位正神的军心，让他们与大理荣辱与共。虽然终局尽输，但陛下终究达成了一些东西。君主任用臣子，有些时候不妨用一用那些犯过错、吃过打的人，甚至可以重用，因为吃过痛、长过记性，就会格外听话。那崔国师觉得，陛下为何敲打我？你费尽心机让宋吉新成为白玉京的主人，获得12柄飞剑的认可，看似是娘娘对儿子的补偿，其实没那么简单。一座王朝始终需要2件东西：垫脚石和栋梁柱。宋玉章虽然是前者，也确实该死，但娘娘私藏他的头颅，却是越过了陛下的底线。至于你为何要将长子宋牧作为弟弟宋和的垫脚石，我不感兴趣。你只需要知道，想与我崔禅结盟，就不要做蠢事。崔禅，崔国师，下不为例。当年与你说过的事不过3，你要珍惜。至于你，宋正纯说了，让你去长春宫结毛修行，跻身上武境方可回京。在此期间，你掌管的竹叶亭将转交给崔国师。谢陛下隆恩。宋和要留在养心房继续读书。你若是觉得山上孤寂，就带着宋牧去长春宫修行，一切由你自己决定。杀人不过头点地，诛心之痛万万年。崔禅，你这个人真可怕。可怕吗？如今的我，连我自己都已经看不清了。今天在学塾读书多不多呀？少说点风凉话。
看来你们先生切断了你与崔禅之间的神魂联系，是个不错的选择。我的神魂被困在这具躯体中也就算了，还必须天天认错念书，我就不该来这破地方，还动天伏地的。他娘的，这地方根本就是我崔禅的倒霉地。不错，总算是有了点少年模样。不错个屁呀！天天罚我读那几本破烂书，还要我给那个姓陈的当学生。哎，我跟他陈明安能学什么呀？烧菜烧炭呢？不是老头子，你咋想的呀？你要是敢出现，我这次保证骂你个狗血淋头。少年侠气，英雄胆色。那我可没指名道姓，这还能听到？那可说不定。毕竟你曾经是他的首徒，感情深呐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哎，有人又要读书喽。是不是你故意泄密，将我的话传给了老头子？没你这么欺负人的！我就不读，我怎么都不会读。天地有正气，杂然不流行。下则为和月，上则为日星。一定要这么记仇吗？当然。抱拳买醉，这大风大浪的有啥看的？真是没见过世面的穷酸秀才。让我逗逗你。哎，老爷子，那你觉得咱们大理的风光咋样啊？很好，很好，人杰地灵。那咱们大理国师的骑术是不是很高啊？很高，很高。那大理是不是北方最强的？最强，最强。看来老爷子是个大人物啊！哎，要不要去尝尝那画舫花酒啊？贵不贵啊？哎呦，可以说是花钱如流水的销金窟。哦，等我上岸，我找我新收的弟子借去，他可有钱啊！老爷子，我跟你开玩笑呢。你这人脾气太好了点儿，哪有你这么好说话的？哎，真想喝酒，我带你去喝自酿土生，便宜又地道。对了，你可曾听说过山崖书院的齐先生？啊？不曾听说。大理是有点不一样啊。我曾经途经一座只有2个边族的边境小烽燧，结果有仙人落下讨要吃食。要是换成别的国家，那还不得跪下磕头，双手奉上啊？可他俩是挺直腰杆跟仙人说话的。嘿，感情老爷子你还看见过神仙呢？那些个外乡游客都说我们冲淡江下边有水鬼河婆什么的，可我乘船30年了，一次也没见着过古怪玩意儿。口言善，身行恶，活妖女。口不能言，身能行之，活企业。希望你能够坚守本心，向善而行。哇，这边更好看！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？你就不想知道，为什么阿良收我走的不是你那条武夫之路，而是追求大道的炼气士之路？想知道，但没好意思问。你也不好奇阿良那只银色小葫芦的厉害？连他都说世间少有，应该很珍贵了。那你知不知道，你当初错过了多大的机缘？我体魄最差，如今已经能跟上你的脚步了，就是因为那葫芦里的酒。你没看出来？何时行路，何时休息，我心里都有数。我们的路还长，不光是你，我希望大家以后都不用那么吃苦。哦，原来你早就看出来了。阿良就这么走了，朱鲁朱河也走了，忽然之间冷清了不少。如果朱鲁还是这样的性子，总有一天他爹真会被他害死。为什么明明有这么好的爹，却不知道珍惜？
你以为世上每个爹娘都很好吗？别人不管，我的爹娘就很好。不过天底下的父母不是简简单单一句天下父母心可以一概而论的。陈平安，你可不敢分心啊，下刀慢一点。我尽力，以后你也能像阿良那样飞来飞去，不牢固一点，怕是飞不了几天。找死！敢欺负我家少爷！我家小白根本就没有碰他。陈平安，先别哭，具体怎么回事？你们家贱畜伤到我儿子了，怎么回事？刘怀，是我没管好小白，对不起啊。但是他主动惹小白的，还刺伤了小白的蹄子。小白根本就没有伤害他，没伤到就没事了。等真伤到，那还了得！你们所有人在一起都不够赔的。让你父母出来说话。所有事情，我可以做主。屁大点孩子，好大的口气！我家小白乖得很，不许你们乱泼脏水。你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好好说一遍。小贱种，我儿子也是你能好吃的。你去打死那条畜生，丢入江中。至于这丫头，伶牙俐齿的，留她一命，给我家月儿当贴身丫鬟。小白不能死，不能死！你们打我骂我都没有关系，我跟他们认错。认个屁的错！你现在已经没有任何错了。杀驴！滚开！老子可是3境大宗师。别说我欺负孩子，要怪就怪你自己找死！匪人如此，丧心病狂啊！马景素，你快点亮出你官家身份呐！给我弄死这个贱种！你放肆！本官是这条绣华江尽头的宛平县令，我要治你的重罪，让你吃牢饭！只要是个人，到了懂事的岁数，就要讲道理。少年，先生，老夫劝你一句，适可而止。老先生，我只是要一个道歉。休想！到了宛平县辖境，本官要让你这个匪徒见识一下我们大理的律法。你好像觉得自己的拳头比我的灵虚剑更能讲道理呀？那咱们的道理不太一样。灵虚剑，出！救命！救命！我不会游泳。王先生，你活了这么大一把年纪，道理都学到狗身上去了吗？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是本官错了，少侠饶命啊！对不起，陈平安。你该说的对不起早就说了。我们今后去大隋的路上，还是像今天这样，不惹麻烦。但麻烦找上门了，绝对别怕麻烦。做不做得到，刘涵？我可以的。陈平安，你打架好生猛啊！要不然以后我也叫你小师叔吧。以后再说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以后真遇上了拼命也打不过的对手，那就赶紧认错认怂，不丢人。活着比什么都要紧。小师叔这件事不行的。我觉得可以行。我反正听未来小师叔的。小师叔，簪子，你头上的簪子不见了。上船之前明明还在的。簪子就这么没了，不找找？估计是有人拿走了，没关系，上面那8个字才是真正的道理，我已经记在心里了。等我以后给自己做一只，刻上一样的字。善。
能否殊途同归？走走再看。小师叔，你是不是有心事啊？我就是想到了一件事情。小师叔，你说出来听听。我刚才就是想，要不要也跟你们一起学学书上的学问？我怕以后跟人讲道理，事后万一发现自己是错的，该怎么办？你和阿良打架都那么厉害，还讲啥子道理呢？我也觉得不用事事讲理，人各有路，我们坚守本心即可。小师叔，你别急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大，我必须要认真对待，仔细思考。其实我是有私心的，每当我与人对敌的时候，只要觉得自己的道理是对的，那么我心底就像有人不断在告诉我，你这次出拳会很快，而且我下一次出拳一定可以更快。不管是谁站在我面前，我陈平安都可以出这拳。我怎么觉得有点像齐先生讲述圣贤大道的时候？我真是瞎了眼了，找了个没骨气的男人，自己婆娘被人打了也放不出个屁来。人都被欺负成这样了，干脆我给你李二当爹算了。不愧是我李二的崽儿，爹要连夜出山一趟，跟你娘亲说一声，我很快就回家。我也只记得那一天，什么都怕的窝囊废老爹，很像桃叶乡那边的富贵老爷。哎，陈平安，我们以后回到小镇，请你去我家做客。你爹娘和你姐姐不都已经离开小镇了吗？哎，别哭别哭，你爹不是答应过你，只要真正成了读书人，他就会来探望你的。可是我一读书就喜欢偷懒犯困，我怕我当不了读书人，爹娘就再也不要我了。别胡说，你爹娘如果不心疼你，还会送你去学书念书吗？可是我家穷，买不起牛。你现在还穷，那本断水大牙也值10两银子呢。我还有头驴呢。小师叔，你的问题道理的对错，我想明白一点点了，要不要听听看？我要讲仁义道德、乡俗规矩、王朝律法，分别对应君子贤人、市井百姓、违禁坏人。君子贤人，读书越多，道理越大。但是道德一物过于高虚，终究只能律己。一般百姓只需遵守乡俗规矩即可，而王朝律法则是用来约束坏人的一条准绳，而且是最低的那根绳子。那是法家，法必从如来。天下人间各有各的规矩，相安无事，世道清明，天下太平。君王垂拱而治，从而圣人死，大道直。这又是道家。一法通万法通，天底下最根本的道理必然是一致的。阿良也说过，世间道理无精深而气博杂，需要自己找到那个因。为何会吹灭我的灯呢？难道又有读书人闯入我的山里了？